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，在近200年里，究竟是推动了我们进步的力量，还是一口让我们沉沦发臭的酱缸？如果这一切都和酱缸文化有关，那么这坛酱究竟如何影响了我们？今天我们和博洋先生一起，勇敢地揭开这个沉重而又充满争议的盖子，探讨中国人与酱缸背后的文化宿命。想听更多的内容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读完这本书之后，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，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。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，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，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中国人与酱缸。本文是博洋于1981年8月16日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孔子大厦的演讲稿，北美日报记者记录。刚才主席讲，今天我能和各位见面是松社的荣幸，实际上却是我的荣幸。非常感谢他们，使我离开祖国这么远的地方和各位见面，请各位指教。本来主席和新视杂志社长陈宪忠先生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座谈会，所以我非常高兴愿意出席。直到昨天从波士顿回来，才发现这是一个演讲会，使我惶恐。因为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市，藏龙卧虎，我仅仅将个人感受到的以及我自己的意见报告出来，这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，而不是一种结论，请各位指教，并且交换我们的看法。今天主席给我的题目是中国人与酱缸。如果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，我们就要先提出来什么是中国人，什么是酱缸。我想我不再提出来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画蛇添足的事情。世界上往往有一种景象是，人人都知道的事，如果把它加一个定义的话，这事的内容和形式却模糊了，反而不容易了解真相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讨论不容易开始。记得一个故事，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，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，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即使下辈子又要转生，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？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4句话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后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假定你这辈子过的是很快乐的生活，你前辈子一定是个正直宽厚的人。假定你这辈子有无穷的灾难，这说明你上辈子一定做了恶事。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在座的先生小姐，如果是佛教徒的话，一定很容易接受；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，当然不认为有前生后世，但请你在哲理上观察这段答问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故事使我们联想到中国文化。在座各位，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人，大多数都有中国血统。这个血统不是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，不高兴是如此，高兴也是如此。我们所指的中国人是广义的，并不专指某一特定地区，而只指血统。中国人近200年来一直有个盼望，盼望我们的国家强大，盼望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。但是多少年以来，我们一直衰弱，我们一直受到外人的歧视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当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任，但是从文化上追寻的话，就会想到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。为什么我们到今天国家还不强大，人们还受到这么多灾难？从无权无势的小民到有权有势的权贵，大家方向都是一样的，都有相同的深切盼望，也有相同的深切沮丧。我记得小时候老师向我们说，国家的希望在你们身上。但是我们现在呢，轮到向青年一代说了，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。这样一代一代把责任推下去，推到什么时候？海外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，也盼望得更为殷勤。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，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，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。这正是所谓前生因，今世果。前天我在波士顿博物馆看到里面陈列着我们祖母时代的缠足的鞋子，我亲身的经验是，
像我这样年纪的妇女，在他们那时候都是缠足的。现在你们年轻人听来简直难以想象，为什么我们文化之中会产生这种残酷的东西？仅有半数的中国人受到这种迫害，把双脚裹成残废，甚至骨折，皮肉腐烂，不能行动。而在我们历史上经长达1000年之久，我们文化之中仅有这种野蛮部分，而更允许它保留这么长的时间，没有人说它违背自然，有害健康，反而大多数男人还认为缠小脚是值得赞美的。而对男人的迫害呢，就是宦官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宋王朝以前，但凡有权有钱的人家，都可以自己阉割奴仆，这种事情一直到11世纪，也就是宋王朝开始后才被禁止。这种情形正说明我们的文化里有许多不合理性的成分，而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不合理性的成分已经到了不能控制的程度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像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绝地流下去，但因为时间久了，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，像死鱼、死猫、死耗子开始沉淀，使这个水不能流动，变成一滩死水，愈沉愈多，愈久愈腐，就成了一个酱缸，一个污泥坑，发酸发臭。说到酱缸，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，我是生长在北方的，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，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，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佐料就是酱，酱是不畅通的，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，由此死水不畅，再加上蒸发，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。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所谓前声音就是这样。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。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，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，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。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目标就是做官。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读书可以做官，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。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，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，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。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，不能穿某种衣服，不能乘某种车子。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。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，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，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，在政治上确实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。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，以官的利益为利益，因而变成一种一切目标指向政治挂帅，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。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，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。我虽然来美国只是短期旅行，但就我所看到的现象，觉得美国人比较友善，比较快乐，经常有笑容。我曾在中国朋友家里看到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快乐，却很少笑。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面部肌肉构造不一样，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太阴沉？由于民族的缺乏朝气，我们有没有想到造成这样的性格，我们自己应该负起责任。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，绝不合作。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，在训练他的探员时，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。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，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有这种类似情况，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好处，形成彼此间的疑惧。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。我们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，有资源有人口，8亿或者10亿，能够同心协力的话，我们在亚洲的情况哪里会不及日本？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摧残，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了，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，跳不出酱缸的范围。年代久远下来，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，缺乏道德的勇气，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，而不再能思考。一切行为价值
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，因此没有是非曲直，没有对错黑白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的了解分析，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，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，那就是鸦片战争。战争是外来文化横向的切入，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一次国耻纪念，但从另一角度看，也未尝不是一次大的觉醒。日本对一些事情的观察跟我们似乎不同。18世纪时，美国曾经击沉了日本的2条船，使日本打开门户。日本人认为这件事给了他们很大的益处，他们把一种耻辱当作一种精神的激发。事实上，我们应该感谢鸦片战争。如果没有鸦片战争，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？至少在座的各位，说不定头上还留着一根辫子，女人还缠着小脚，大家还穿着长袍马褂，路上坐2人小轿，水上乘小舢板。如果鸦片战争提早300年前发生，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，再往前推到1000年之前发生的话，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。没有这一次冲击，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降在酱缸底层，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。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，这使我们想到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清王朝是个最好的时代。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明王朝的话，中国会承受不住，情形将大不一样。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，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。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，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。所谓物质文明，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、大炮、汽车、地下铁等等。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国有这样的新世界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，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。再说到精神文明，西方的政治思想、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。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，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。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，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。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，当然关天。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，人命又算得什么？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。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，民为贵，君为轻。这不过是一种理想，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。以前的封建时代，一个王朝完了，换另一个王朝，制度并没有改变，把前朝推翻，建立了新朝。唯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，就是烧房子，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，自己再造新的，以表示和前朝不同。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，自己行的是仁政，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。如此一代一代下来，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，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。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的建筑。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，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，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。事实上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。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、自由、法治这回事。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，可以骂皇帝，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，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，有那么一点点自由。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，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，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，但是民主、法治等观念却完全没有。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，当然我们在感情上也不得不这样认为，否则就难以活下去了。但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，就是盎格鲁撒克逊。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框架，像他们的议会制度、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、司法陪审制度等等，为人类社会
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，这是他对文明所做出的最大贡献，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。无论如何，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、血流成河要好。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，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。有人说，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，是在选举钱，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。即使这样，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。一切好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自己争取，不会像上帝伊甸园一样，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，日子久了，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，一面是自大炫耀，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。记得以前看过一部电影，忘记了影片的名字，一个贵妇人，她某一面是美丽华贵被人崇拜，另一面却是荒淫无耻下流，她不能把这双重人格统一起来。后来心理医生终于使她面对现实，她只好自杀。我们检讨自己病历的时候，是不是敢面对现实，用健康的心理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毛病？我们应该学会反省。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，而习惯于情绪的反应。例如夫妻吵架，丈夫对太太说：“你对我不好。”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我怎么对你不好？我对你不好，还做菜给你吃。”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。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。自从西方文化切入以后，中国在政治思想上固然起了变化，在道德观念上也起了变化。以前丈夫打老婆是家常便饭，现在你要打一下试试看。年轻朋友很幸运的是，传统之中一些堕落的文化已被淘汰了不少。不但在政治上、道德上如此，在所有文化领域，如艺术、诗歌、文学、戏剧、舞蹈，都起了变化和受到影响。一说起西洋文化、西洋文明，准有人扣帽子说崇洋媚外。我认为崇洋有什么不可以？人家的礼节确实好过我们的粗野，人家的枪炮确实好过我们的弓箭。如果朋友之中学问、道德种种比自己好，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他？中国人没有赞美别人的勇气，却有打击别人的勇气。由于我们的酱缸文化博大精深，遂使中国人居生淮南则为居，生于淮北则为枳。叶图相似，其实味不同。橘子在原来的地方种植生长出来，又大又甜，但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却变成又小又酸了。即使树叶和枝干相似，味道其实却不相同，这是水土不服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就是在我坐牢的10年中一直营救我的孙观汉先生。他曾将山东省的大白菜种子带到匹兹堡来种，但种出来的菜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。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领，学什么像什么，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。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，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，学得一模一样。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，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旅游。甲午战前，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，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，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。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，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，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，都推说不合国情。像台北的交通问题，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，多少年来却一直解决不了。我想如果对违规的人施以重罚，几次下来也就好了。但有人提出来，应该要教导他们礼让，认为礼让才适合我们的国情。我们已经礼让得太久了，被坑得太深了，还要再礼让到什么时候？我们设了一个行人穿越马路时的斑马线，斑马线本来是保护行人的，结果很多人却葬身在斑马线上。我有个朋友在台北开车时横冲直闯，到美国来后常常接到罚单，罚得他头昏眼花，不得不提高注意。就像交通规则这么简单的事，中国也有，可是立刻扭曲。一说起别国的长处，就有人号叫说崇洋媚外。事实上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，
他们有好的，我们就应该学；他们不好的，就不应该学，就是这么简单明了。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，日本能，为什么我们不能？并没有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。由此可知，酱缸文化太深太浓，已经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，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。一位朋友开车时，往往突然地单击喇叭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开玩笑说，表示我不忘本啊。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，产生思考的一代，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，甚至变成一潭清水或一片汪洋。中国人非常情绪化，主观理念很强，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。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，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发掘，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。两点之间的直线最短，这是物理学上的。在人生历程上，最短距离往往是曲线的，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，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。有鉴赏能力的社会，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。以前我曾看见过老戏剧家姜妙香的表演，他已经60多岁了，脸上皱纹纵横，简直不堪入目。可是这对他艺术的成就没有影响。当他唱小放牛的时候，你完全忘了他苍老的形象。大家有鉴赏分辨的能力之后，邪恶才会变少。好像我博洋的话和梵谷的话放在一起，没有人能够分别，反而说博洋的话和梵谷的话一样。那么真正的艺术家受到很大的打击，社会上也就永远没有够水平的艺术作品。中国虽然是个大国，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，心眼很小。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，在机上小睡了1个钟头，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，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。我惊异地发现，旅客秩序很好，大家谈笑自如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，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旅客准跑去争吵，怎么还不起飞？怎么样？难道吃不饱？闹什么罢工？罢工你还卖票？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如果我是领航员，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。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。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，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，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，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。这种风度说明一个大国的包容性。像里根和卡特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，彼此之间个人发表政见，并没有做出粗野攻击。里根并没有说你做了几年总统，只知道任用私人。卡特也没有说你没有从政经验，这个国家你治理得好吗？双方都表现了极好的风度，这就是高度的民主质量。我对政治没有兴趣，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，但如果有兴趣参与，就应该参与，因为政治实在太重要了。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一条法律颁布下来，不但金钱没有保障，连自由、生命也没有保障。但我们不必人人参与，只要有鉴赏的能力也是一样。这种鉴赏不但在政治、文学、艺术上，即使是绘画，鉴赏的水平也决定一切。那些不够格的，像我博洋，就得藏拙，只敢偷偷地画，不敢拿出来，否则别人一眼看出高下来，会说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，怎么还敢给别人看？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，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，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以打个马虎眼，大家胡混，犟在那里，青竹不分，高下不分，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。我的这些意见是我个人的感想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，还请各位指教，并且非常感谢各位。原载1981年8月19日到21日纽约北美日报。好，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读了中国人与酱缸这个章节，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。